Hello， 大家，我是住在西班牙农村的毛毛。我一直以来都是一个非常爱吃面包的面包脑袋人。不过我现在住在一个只有20个人的小村子里，最近的小镇要开车10分钟才能到，镇上的面包房开门时间也比较随意。我又觉得超市的面包不太好吃，而且添加剂很多，所以我一有时间就会自己烤面包。最近我在学吐司的做法，一定要成功，一定要成功，一定要成功！啊，相当成功。不过我发现它远没有想象中那么简单。I know。比如说，我发现大家公认一个完美的吐司，内部组织是要能拉丝的。说实话，拉丝和不拉丝的面包，我觉得我的舌头是尝不太出来的。但是能拉丝的吐司看起来确实特别的诱人，而不能拉丝的吐司也确实被视作有一些不完美的。所以今天我想来挑战做一个完美的吐司。要做出完美吐司，我家的客观条件是非常不利的。我没有厨师机，也不打算买。我还没有一个能设置温度的烤箱。我的烤箱是明火，而且只有2档，大火和小火。再加上你只能开上火或者是下火，不能上下火同时开。我先是找了一个有很多好评的手揉北海道蛋奶吐司的视频教程，准备虔诚的一步一步跟着做。首先你需要非常耐心的等待面团的水合作用，用力的揉面，期待面筋的形成，反复研究面筋形成的程度，是粗模呀、8成筋啊、手套模呀。除此以外，还要观察发酵的程度，细节也不能忘，比如黄油记得提前拿出来软化，送烤箱之前要记得给模具抹油。在做的过程当中，有的时候我的面团看着跟教程里的面团状态不太一样，心里就会闪过一丝怀疑和担忧，但是又立刻告诉自己要相信过程。所以在每一小段等待之后，我都会满心期待的去看面团变成什么样。在这一次的尝试中，我还是没有把面团揉出传说中的手套模的状态，最后的成果也没有教程里那样拉丝的效果。不过仍然是我做的所有面包中最接近那种软软的日式吐司的一次了。第二天早上，我用它做了水果奶油三明治，它还是软软的，吃起来很舒服。不过我边吃边想，下一次做面包我可能不会按这个教程做了。下一次我还是想丢掉教程，直接上手。就算这样不够谨慎，但这毕竟只是面包嘛。哪怕每一次烤出来的面包都不一样，那就让它变成一个惊喜，有什么不好呢？所以过了2天，我又做了一次面包。这一次我准备想做什么样的面包就做什么样的面包。我给了自己1个下午的时间，就玩面包。最后我做了各种各样造型的面包，丑丑的，很温馨。给大家展示一下我昨天做的创意面包。首先，这个是我，把眼镜摘了对比一下。这个是我的狗狗道，
这两个是我的猫猫，这个不太像猫猫，这个比较像吧，这个是梨花猫，因为没有那个梨花猫的颜色，所以我用了抹茶的面团，是绿色的。这个是我男朋友，我还做了一个小蝴蝶，这个是现在这个心它刚刚碎了，但是这个是一个编织的爱心，这个也是一个编的辫子做的一个面包团，这两个是编的那种棋盘格的，我觉得还挺好看的。还做了一个这种3个颜色的一个小吐司，编的麻花辫的形状。如果打开的话，里面是这样的，是不是很漂亮啊？我一会儿要吃一个这个作为早餐。是能尝出来抹茶和巧克力的味道的，很微妙，是好吃的，是那种比较实在的面包，好吃好吃。用我男朋友的脸和道的脸做了汉堡，特别可爱的2盆菜吧。Creo que voy a hacer más panes así, ¿eh? Yo te diría que no le pusieras cacao. Pero como un dibujo. No dibujes.